注意看，這個上一秒還是萬人追捧的新晉影帝，下一秒卻在頒獎典禮的直播現場撥通了3年前為錢拋棄他的拜金前女友的電話。他只想當着全國觀眾的面問一個問題：當初他離開，到底是不是因為自己窮？而這一切都要從這個叫顧慕白的男人，從一個跑龍套的窮小子，一步步爬上娛樂圈頂峰的時刻說起。3年前，顧慕白和女友蘇安擠在不見天日的地下室，他向她許諾，總有一天會讓她住上大房子，成為最美的新娘。可換來的卻是蘇安一句冰冷的"我受夠了"，和一個做大生意的未婚夫揚長而去。那個雨夜，顧慕白被撞倒在地，心也碎了一地。為了爭一口氣，他闖入娛樂圈，發誓要讓蘇安後悔。3年後，他成功了，他成了萬眾矚目的影帝，而蘇安卻成了他心中一根拔不掉的刺。電話接通，他當着所有人的面問出了那個憋了3年的問題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電話那頭的女人正蜷縮在醫院的病床上，看住電視裡光芒萬丈的他，臉色蒼白如紙。她不是什麼拜金女，而是一個身患絕症，生命只剩下3個月的血癌晚期患者。醫生告訴她，國外有一種特效藥，50萬1針，或許能讓她活到來年春天。可她掏空所有積蓄，也湊不齊這筆救命錢。看住電視上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前男友，一個瘋狂的計劃在她腦中形成。不久後，兩人再次相遇，顧慕白極盡羞辱，把她當成一個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拜金女。蘇安強忍住心痛和病痛，將計就計，扮演着他心中那個下賤無恥的形象，開口就要50萬分手費。顧慕白被他毫無廉恥的樣子激怒，更讓他沒想到的是，他提出了一個更殘忍的報復計劃。只要蘇安答應嫁給他，別說50萬，100萬他都給。他要用婚姻的牢籠，將這個曾拋棄他的女人永遠困在身邊，日夜折磨，讓他親眼看着自己和新歡鄭雪恩愛纏綿。為了那筆救命錢，也為了能在生命最後的時光裡離他近一點，蘇安答應了。一場名為報復的婚姻就此開始。顧慕生活上對他百般刁難，精神上更是無情碾壓。他當住蘇安的面，將自己和鄭雪的合照掛滿房間。通話時語氣溫柔的能掐出水，轉頭卻用最惡毒的詞語辱罵蘇安，稱他骯髒下賤，連鄭雪的一根頭髮都比不上。他甚至將蘇安母親留給他唯一的遺物，一個平安福娃，隨手送給了鄭雪，並在蘇安質問時親手將福娃摔得粉碎。更過分的是，那個蛇蠍心腸的鄭雪表面上溫婉可人，背地裡卻用盡手段陷害蘇安。他故意在片場制造意外，讓一顆長釘深深扎進蘇安的後背，卻反過頭來向顧慕白哭訴是蘇安推了他。顧慕白不問青紅皂白，為了替鄭雪出氣，竟逼住蘇安給他道歉，否則剩下的30萬救命錢一分也別想拿到。蘇安為了保住最後的尊嚴，寧可不要錢，也絕不低頭。顧慕白的報復並未停止，當他發現蘇安和一直默默守護她的男閨蜜漠然走得近時，滔天的妒火瞬間將他吞噬。他利用自己的權勢，不僅讓漠然丟了工作，凍結了他的銀行卡，還找人將漠然毒打一頓，逼他滾出帝都。他要讓蘇安眾叛親離，徹底淪為只能依附於他的王物。緊接住，顧慕白為了讓蘇安徹底身敗名裂，竟故意泄露兩人的結婚照，引導輿論將蘇安塑造成一個插足別人感情、婚內出軌的無恥小三。一時間，網絡上罵聲震天，瘋狂的粉絲更是在鄭雪的暗中安排下圍堵蘇安，對他進行推搡和人身攻擊。蘇安被推倒在地，身體的劇痛和心口的絞痛讓他再也支撐不住，當場吐血昏迷。在醫院，顧慕白看住病危的蘇安，依舊以為這只是他博取同情的又一個手段，直到漠然衝進來，一拳將他打醒。漠然嘶吼住揭開了所有真相。原來3年前蘇安的母親因遺傳性血癌去世，臨終前懇求蘇安離開當時一無所有的顧慕白，不要拖垮他的人生。為了讓顧慕白死心，蘇安才配合漠然演了那場分手的戲。他之所以回來要50萬，是為了買那能續命的特效藥，而那瓶被漠然用全部積蓄買來的救命藥，恰恰在被顧慕白派去的人毒打時摔得粉碎。一字一句如晴天霹靂，將顧慕白劈得體無完膚。他瘋了一樣衝進病房，可一切都晚了。心電圖變成一條直線，那個他恨了3年，也折磨了3個月的女人，帶着無盡的委屈和遺憾，永遠地離開了他。漠然將蘇安留下的最後一部手機交給他，裡面是他提前錄好的遺言視頻。
視頻裡，蘇安穿着潔白的婚紗，笑着解釋了當年離開的真相，坦白了自己對他的愛與不捨。他告訴顧慕白，他從未怪過他，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選擇。他唯一對不起的人是漠然，他懇求顧慕白放過那個無辜的好人。視頻的最後，蘇安流住淚，說出了他最後的請求：別來我的墓碑前看我，我與你之間此生不復相見。此生不復相見，這6個字徹底擊垮了顧慕白。他終於明白，自己親手毀掉了全世界唯一愛他的人，無盡的悔恨和痛苦將他吞噬。他選擇了退卷，在發布會上澄清了所有事實，還了蘇安清白，並將鄭雪送進了監獄。他追隨蘇安而去，卻被人救下。從此，世界上少了一個光芒萬丈的影帝，多了一個守在墓碑前，日日以淚洗面的活死人。他用餘生來懺悔這場由誤會開始，以死亡終結的愛情悲劇。